父母离婚那天，桌上摆着2份协议，一份是留在老城区，跟着欠了一屁股赌债的爸爸，另一份是搬去海边，跟着改嫁有钱人的妈妈。上辈子，妹妹抱着爸爸的手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说要跟妈妈。我默默收拾行李，跟了爸爸。后来爸爸戒了赌，成了暴发户，把我宠上天，而妹妹却被继父精神控制，抑郁而终。这次，妹妹抢先夺过爸爸手里的烟，紧紧抱住他不撒手。姐，我心疼爸爸，你跟妈妈吧，好日子我替你过。爸爸一愣，随后爱怜地摸着妹妹的头，一脸欣慰。我没说话，拿起那张去海边的火车票。妹妹不知道，上辈子爸爸之所以戒赌，是因为我为了替他还债，脑流泪到咳血而死。是我的命，换了他一时的安宁。如今重活一世，没有讨债的砸门，我只想睡个整觉。我拎起行李袋，走吧走吧，找你那个有钱的妈去。爸爸摆摆手，像赶苍蝇。妹妹躲在他身后，朝我做鬼脸，嘴唇夸张的一张一合。姐，以后可别来找我借钱。我只是笑了笑，没说话，然后转身走进雨里。我把脖子往衣领里缩了缩，寒气却像针一样往骨头缝里钻。其实去哪儿都无所谓，我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，熬过最后这点时间。不用再听赌鬼债主砸门，不用再闻那劣质香烟的恶心味道。妈妈那辆黑色奔驰停在巷子口，车窗降下，露出她妆容精致的脸。她皱着眉看我浑身湿透的狼狈样，眼里闪过一丝嫌恶。怎么搞成这样？快上车，别把车弄脏了。我拉开后座车门，刚要坐进去，把你那袋子放后备箱。妈妈指了指我手里的行李袋，脏死了，不知道多少细菌。我顿了顿，但还是乖乖关上门，把袋子放进后备箱。回到车上，我缩在角落，小心不碰到昂贵的真皮座椅。暖气开得很足，我还是觉得冷。小玉，到了那边你要懂事点。妈妈一边开车，一边从后视镜里看我。你继父不喜欢吵闹，没事别出房门。吃饭别出声，走路别拖沓。还有，别提你爸，他会气。我看着窗外连成线的雨珠，点了点头。知道了。熟悉的刺痛感又猛地扎进脑袋，眼前黑了一瞬。我抬手按了按额头。怎么了？妈妈语气带着不耐烦。没事，晕车。我说。真娇气，妈妈嗤笑一声，跟你爸一个德行。我闭上眼，咽下喉间涌上的血腥味。下次说什么也不报名了。车开了5个小时，等驶入半山别墅区时，天已经黑透。虽然灯火通明，整个小区却死气沉沉。到了。妈妈停好车，补了下口红，深吸一口气。她在换挡，从刚才那个对我尖酸的女人，切换成甜美恭顺的妻子。下车吧，记得叫亨德森先生。我跟着他进门，手里还拎着那个行李袋。客厅沙发上坐着个男人，腿上盖着毛毯，手里拿着书。听见动静，他抬起头。这就是我的继父，罗伯特·亨德森。上辈子把妹妹一点点逼到窒息崩溃的男人。回来了。他声音没什么起伏。罗伯特，这是小玉。妈妈把我往前推了推，脸上堆着笑。小玉，快叫亨德森先生。我上前一步，微微鞠躬。亨德森先生好。罗伯特·亨德森翻过一页书，像没听见。几秒后，才从喉咙里嗯了一声，目光扫过我湿漉漉的鞋尖，眉头机不可察地蹙起。地毯是新换的。他低头继续看书。楼上左手第一间是客房，收拾好了。谢谢亨德森先生。我说。妈妈松了口气，拉我上楼。你看，亨德森先生人其实挺好的。妈妈压低声音。只要别惹他烦，你就能在这个家待下去。房间很大，空荡荡的。妈，我叫住要离开的他。怎么了？我想换间房。妈妈脸色瞬间变了。小玉，你刚来就挑3拣4，这间房怎么了？不比你爸那狗窝强100倍？
别不知好歹。我平静地看着他发作，等他说完，我才开口。不是，这间房朝北，太冷了。我想要朝南的，小一点也行。我是真冷。脑瘤影响了体温调节，我时时刻刻都觉得像在冰窖里，只有晒到太阳才能稍微舒服点。冷？开空调不会吗？妈妈觉得我在无理取闹。朝南的是亨德森先生的书房和储藏室。那就储藏室。我说。妈妈眼睛瞪得溜圆。你疯了？有客房不住，去住储藏室？你是不是存心想让亨德森先生觉得我虐待你？声音尖利起来。我捂住耳朵。太吵了，脑子要炸开。我只是冷。我重复。这时门口传来2声轻叩。罗伯特·亨德森站在那里，手里端着水杯，面无表情。我甚至没听见他什么时候来的。吵什么？妈妈立刻换上另一副面孔，声音发颤。没什么，罗伯特，这孩子不懂事，挑剔房间。我正教育他呢。罗伯特·亨德森看向我，我也看着他。他脸色很白，嘴唇没什么血色，一副快要死了的样子。你想要哪间？他问我。朝南的，我指向走廊尽头那间。那是放旧家具的储藏室。没关系，有阳光就行。罗伯特·亨德森沉默片刻。随你，别在走廊喧哗就行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，似乎对这场母女争执毫无兴趣。妈妈用力戳了下我额头。你就坐吧。住储藏室，让别人怎么看我？我没理他，拎着行李袋走到走廊尽头，推开门，灰尘扑面而来。但我看到了那扇落地窗。明天太阳升起时，这里会很暖和。这就够了。我铺好床，把相册压在枕头下，诊断书夹在相册里。只要我没死，应该没人闲到翻我东西。那一晚，我睡得很沉。梦里没有讨债的人，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。3. 我在这栋房子里安顿下来，像个透明幽灵。罗伯特·亨德森喜欢安静，连佣人走路都踮着脚。妈妈变着花样讨好罗伯特，煲汤、按摩，陪看那些无聊的财经新闻。她活得像这个家的高级保姆。而我，除了吃饭时间，很少出房门。储藏室被我收拾得不错，虽然堆满旧家具，但阳光是真的好。我常搬把椅子坐在窗边，一晒就是一下午，像个老太婆。有时罗伯特·亨德森会从我门口经过，看见我晒太阳，会停顿一下，但从不说话，眼神有点怪，像在看同类。一天中午吃饭，餐桌上静悄悄的，只有轻微刀叉碰触盘子的声音。突然，我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在寂静的客厅里，刺耳的像警报。罗伯特·亨德森皱起眉，妈妈立刻放下叉子，瞪我：“谁让你带手机来餐桌的？没规矩！”挂了。我拿出手机看了眼屏幕，是妹妹。我挂断，不到2秒又震动起来，我又挂断。第3次震动时，罗伯特·亨德森放下了叉子。结巴，他声音没什么情绪，吵得头疼。我拿着手机走到阳台，刚接通，妹妹的声音就炸响在耳边：“姐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存折是不是你拿走了？”我把手机拿远了些。什么存折？爸说家里存折不见了，肯定是你拿的，里面有5000块钱呢。我笑了。那5000块是我去年暑假刷盘子赚的，那是我的钱。我说，你赚的也是家里的钱。妹妹理直气壮，爸现在连烟都买不起，在家发脾气呢。你快把钱转过来，不然我告诉妈你偷钱。电话那头传来砸东西的声音和爸爸的怒骂。早知道生下来就该掐死你。那些声音，即使隔了几百公里，还是让我窒息。我没偷，我平静地说，那是我的看病钱。看病？你看什么病？妹妹嗤笑，别装可怜了，现在就把钱转来，不然我去你学校，告诉所有人你不管亲爹死活。我看着阳台外的花园，
花开得正艳，红得像血。妹妹，自己选的路，跪着也要走完，别来烦我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，拉黑了这个号码。转身时，鼻子一热，我抬手抹了把，一手血。我慌忙摸口袋找纸巾按住鼻子，仰起头想止住血，血流得很急，顺着喉咙道流进胃里，恶心反胃。我冲进1楼洗手间，镜子里半张脸都是鲜红的血。我打开水龙头，慌乱地冲洗。你在干什么？身后突然传来声音。我一僵，透过镜子看到罗伯特·亨德森站在门口。他看着我一塌糊涂的脸，目光深沉难辨。我胡乱抹了把脸，流鼻血了。我低下头，可能天太干了。罗伯特·亨德森没说话，他走过来，递给我一块干净手帕，擦干净。我接过手帕，按在鼻子上。谢谢亨德森先生。他看了眼水池里没冲干净的血丝。经常这样？偶尔。我撒谎。其实最近越来越频繁了。罗伯特·亨德森盯着我看了会儿。你应该去看看医生。他说。不用，老毛病了。我低着头，想从他身边溜过去。小玉，他叫住我。在这个家里，你不用活得那么小心翼翼。你妈是你妈，你是你。我愣住，抬头看他。他表情依旧淡漠，眼里却有什么我不懂的东西。不舒服就说，别硬撑，没人给你发忍痛奖状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，留我一个人在洗手间，手里手帕带着淡淡的松木香，是他的味道，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腐朽气息。